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丹。那这个周末呢，我想要来一个2天1夜的单人脚踏车露营旅行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就几乎带上了我所有的家当，包含吃的啊、住的啊、穿的啊，还有我的露营用具啊。想说离开这个我住的周边这边的熟悉的路线，然后来一个单车的冒险，看看 bikepacking 呢究竟有什么魅力。那很多人说 bikepacking 呢是一个最自由的单车旅行方式，有人认为呢就只是把自己搞得更累而已。所以这个周末呢，我想要亲自体验看看。那究竟 bikepacking 对我来说，它是一个最棒的单车冒险方式呢，还是我把它想得太梦幻了？路上呢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？装备到底够不够用？那最重要的是呢，到底好不好玩？那其实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知道答案。我觉得很酷这个走走停停的一个方式，然后骑得很慢，没有在练车，找到了今晚适合睡觉的地方。我刚才遇到一个80岁的阿公爆胎他80岁骑公路车爆胎。你有帮他还是？好了，我现在要出发。然后最一开始呢，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脚踏车上了马鞍包之后呢，我的左右重量分配会不会让我骑起来不稳？我现在自己骑起来感觉是蛮稳的，就是骑起来感觉就像是我平常没有在载东西一样骑脚踏车的感觉，这样子算是还不错。那我今天呢是要从我住的地方艾因霍芬骑脚踏车到德国的一个小镇，然后那个小镇呢，听说也是一个蛮可爱的历史小镇，然后周边有一些露营的场地，所以我想说，那这个周末呢，我们就来选一下。那现在时间呢是早上8点，单趟呢大概是90公里，所以呢就不用这么早出门。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我这次东西带的够不够，反正呢就是边骑边看，那碰到问题呢就边解决。等到收集好更多更完善的装备之后呢，搞不好有机会骑到更远的地方去旅行也不一定。所以我也想说呢，用这2天1夜的时间来试试看。那今天的第一趟呢，会先从我住的地方骑到 Helmond， 那个地方呢是我们平常练车的路线，骑过去呢大概会是30公里，然后这一身重装备。很有趣哦，路上大家看到都会来问一下，说：“你是来 vacation 的吗？”我都不好意思说，我只是要去2天1夜，东西就带了这么多。这边呢是我们住的地方的车站，然后我觉得在荷兰很酷的一点呢，就是在他们很多地方呢都有非常多停脚踏车的地方。你看那个停脚踏车的非常多台。太阳出来了，刚才出门的时候太冷，忘记擦防晒。这里风很凉，但是太阳呢都很烈，很可怕。吃一个早上出门准备的三明治，还没骑多少就在吃三明治。目前这样子骑起来感觉蛮好的，就是一种骑脚踏车呢，不是为了追求速度，不是为了要练车，速度呢真的是慢了很多，时速大概可能15、20公里而已。但是就感觉这样子的一个时速呢，看到的风景就不一样，那个感受又不同。目前感觉是不错。Hello， 喂，嗨，有人看有有个阿公问我说 vacation， 真有趣。我觉得很酷这个走走停停的一个方式，然后骑得很慢。没有在练车，就是要去目的地，然后也没有看要骑多久这样子的一个感觉。好，那我要继续出发咯。天气怎么样？天气很好啊，拜拜。拜拜。现在呢，就是骑在一个火车铁轨道旁边的一个单车路线。那这条路线呢，也是非常多人在这边练车，因为它就是很直，然后铺得很好的一条单车道。那刚才呢，在跟美乐讲说，我觉得这是手表的导航功能超好用的。因为这次大颗的行动电源呢，我没有带在身上，所以呢，我就用手表当导航。这只手表呢，有这个导航功能，也是我当初想要买这只手表的原因。就是我在想要玩 bikepacking 的时候呢，就是可以拿来当导航。我昨天晚上呢，就是把我要去的目的地呢汇入到我的地图里面，然后再从手机的 app 汇入到手表。其实没有到很复杂。那今天早上出发的时候呢，就用手表设定一下就可以了。画面呢，我也觉得蛮清楚的。那比较可惜的呢，就是它没有办法广播声音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用，所以我就得要把手
拿起来看，才可以看得到路线怎么走。不过我觉得算很好，很棒，够用。现在呢，已经开始是我不熟悉的路段了，已经离开我平常骑车的地方。刚刚呢，经过Helmond的小镇呢，有好多地方在修路，然后要搬脚踏车啊、扫路啊。骑一骑之后呢，路被挡住了。现在呢，总算回到了正轨上面。现在的心情呢，有点像是第一次来荷兰，或者是第一次开始骑脚踏车的时候，什么都很新鲜，什么都很新奇，然后什么都很陌生。但是很享受这种感觉。那来到荷兰呢，也已经2年多的时间了，很喜欢在这边的一切。不过最近公司呢，好像有一点点那么不稳定，所以呢，这样子的时光不知道还可以持续多久。不过呢，对我来说，明天呢跟无常，我不知道哪一个会先到，所以呢，对我来说就是好好享受每一个当下，每一个现在的时光，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然后努力去爱自己爱的人。现在在这里休息一下，吃东西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好饿哦，才骑没多少就很饿。妈妈，你看，我要去露营。阿嬷，阿嬷你好，阿嬷你看我要去佚佗哦。我出门啦，已经骑了一阵子了，要去2天1夜。2天1夜啊？嗯。我看你的行李有多少？给你看。哦。帐篷。自己啊。对，自己一个人哦。老婆不在我才可以趁机自己一个人啊，不吧？好了，我现在要继续前进了，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，只骑了30公里，这样我时速大概15，继续出发。到了中午吃饭时间，现在来吃这个。这间呢是很常在高速公路上面路边可以看到，在休息站的一个餐厅，很多东西可以选择，但是价钱也不便宜。每次到了吃饭时间呢，我就都会想到，台湾真的是在全世界里面呢单车旅行最棒的国家，因为想要随时到哪里啊，要吃什么，想要补给什么，或者是沿路的路边小吃啊，都有一堆非常多的可以选择，像是蚵仔煎啊、牛肉面啊、肉丸啊，像是鸡排啊，好多，越想我越饿。然后在这边呢，选择真的不多，就算是我想要选择麦当劳，也是要骑好远。然后我点了这个鸡肉卷，加一个巧克力牛奶。这鸡肉卷呢就要6块多，巧克力牛奶2块多，应该不用介绍好不好吃了吧？很普通，很小。吃着这个，想着我的台湾食物臭豆腐、炸鸡。想到我们第一次单车环岛，我们也是从台北呢逆时针绕了台湾一圈，然后沿路上也是吃了好多东西哦，到处都有夜市可以吃，超赞的。好了，那现在刚吃饱，然后回到我们原本要骑的路上。今天呢已经骑了40几公里。那还剩下40几公里就会到目的地了。然后我觉得目前这样子骑起来啊，虽然装了非常的多的东西哦，然后脚踏车提起来非常的重，不过呢，在骑起来的感觉，我觉得也是顺的很舒服，就是踩着自己的节奏，顺的踩呢也是很好踩。在骑平路上的体感呢，可以说是跟没有装这些配备的感觉好像差不多的。那其实就是在起步啊，或者是在上坡的时候呢，就会比较重一点。不过呢，像它的齿比啊，就飞轮有到非常大的齿比，所以踩起来就还好，就有很多空间可以去变。不过像是骑平路啊，我觉得它就是稳的、顺的，非常好骑。那屁股呢，我也是觉得没有太大的感觉，因为我换上了这个北高神器。北高啊，大家骑北高啊，或者是一日双塔这种长距离路线的时候，都会换了坐垫，这个 SQ Lab 的坐臂。踩起来呢，那个屁股2个重心点的地方呢，都扎实的坐在那个坐垫上面。很舒服，在路边呢发现这可爱的稻草堆，
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，是在荷兰的马斯沙丘国家公园。在这边呢，就是可以骑它这种森林里面的路线。这个是在德国附近了，在荷兰的林堡省这边。那非常多人呢会来这边骑脚踏车啊、散步啊，但是这个路线呢就是这种路咯，所以 gravel 可能就比较适合。找到了今晚适合睡觉的地方。哇，这个小镇好多人哦，然后还有泰式按摩，啊，好多人呢坐在外面，还有中餐厅，晚餐吃这个好了。现在已经骑了93.57公里了，然后快要到了吧？那现在的感觉就是想到明天要回家哦，就觉得明天好不想走同样的路哦，好想要就这样子一直往前骑，一直往前骑，一直往前骑，然后看看可以骑到哪里，可能可以骑回台湾吧。现在要骑进德国黑森林了。好了，我现在到了我这个住的地方了。然后呢，它这个住的地方呢很有趣哦，它写 reception， 然后都没有人。它这边的 check in 方式呢，就是你就自己去找你的名字吧，有点难找。然后我发现他这边写了一个陈先生，在这个地方姓陈的先生应该只有我一个吧。好，那我现在去找我住的地方。然后这个露营区呢，它非常的大哦，它门口这边就有小朋友玩的，然后这边有一堆的羊。这里就是我今天晚上住的地方。现在我们这区呢有越来越多人到了这个营区了，大家都是骑脚踏车来的。好像还蛮方便的。钩子扣上去，扣上去，拉链在这，简单呢，这样就好了好了。然后呢，我还买了这个，好像是酷东西，好像是会自动充气的东西。充的差不多的时候就用吹的。好了，现在5点10分，然后帐篷搭好了。那今天骑的距离呢，刚好是100公里，用了5个多小时，快6个小时的时间。今天呢，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距离算是刚刚好，蛮舒服的。就是我可以走走啊，看看啊，然后不用用非常快的速度去骑车。不过虽然这样子哦，我觉得这台车子呢，骑起来路面的感受呢，我也是觉得很舒服。就算是我载了这么多露营配备呢，也是没有那种很拖的感觉。平路巡航起来呢，也是很顺。那这一次呢，是我第一次的单人的 bikepacking 旅行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体验。虽然呢，我速度不快，但是呢，在这段时间里面呢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跟自己独处的时光。那现在晚上睡觉的帐篷也搭好了，那等一下呢就休息一下，然后我想要去这附近的市区逛逛。对，真的骑车吗？对啊，我今天订的这个晚上，一个晚上才8块钱而已。是啊。对啊。就是脚踏车的位置嘛。骑车的应该会比较贵吧。好，我现在要去市区。对，要睡觉了。晚安。好，那我现在来到这个营区旁边的这个小镇呢，叫做 Center。那这里呢是在德国少数保有古罗马遗迹的城市。那来到这里呢，就有浓浓的历史的感觉。那我现在要去找吃的。好，那今天晚餐呢，我来吃这个 Schnitzel， 这个是维也纳的炸猪排，是很多人来德国这边会吃的东西。我本来是想要去吃亚洲餐厅的，但是因为那间亚洲餐厅呢，它不收信用卡，它只收现金，所以呢，要来德国这边旅行啊，就是要注意，就是很多餐厅呢，它是不收现金的哦。然后今天是礼拜6，所以很多店呢都会开到蛮晚。不过呢，来德国玩也是一样。
就是礼拜天呢，它这边的店它全部都会关门，所以礼拜天呢几乎它是由政府去规定说礼拜天大家都要休息的哦。好吃。它这个维也纳炸猪排呢，有加这个莓果酱，很脆耶，很好吃。但我还是想要吃亚洲餐厅。现在来看它这个洗澡的地方。它这个洗澡的地方呢，我在刚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它这边超厉害的。然后它这边就有分到 disabled 的啊，然后家人的啊，然后男生的淋浴间，女生的。看看这就是他们洗澡的地方，我觉得很厉害，很干净。这样子，这样子。这样子也是正常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所以像是毛巾啊、洗头、洗身体的啊都自己带。吹风机居然有而且是免费的。好了，我现在洗完澡了。那这个营区的厕所呢，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，它热水呢非常强，然后可以用的时间也非常的久。那今天的第一天 bikepacking 呢，我觉得也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体验。然后这样子一个周末啊，安排个2天1夜的 bikepacking 旅行，我觉得以前年轻的时候呢，喜欢把周末都填得很满，觉得那样子呢才叫做充实，喜欢很多人都聚在一起，感觉那样子呢才像是有在过周末的样子。那现在呢，发现舒服的生活呢不一定要这么多人的参与，像这样子慢慢骑脚踏车，踩着自己的节奏，有几个让自己开心的小事，有几段不被打扰的时光，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。好，那明天呢就要骑回 Eindhoven， 那距离大概也是100公里。那今天就先这样咯，晚安。那个我们带去的，这我也有。早安，现在是早上7点半，那准备要骑回去了。那今天的距离呢，一样也是100公里。第一次在欧洲这边露营啊，尤其是第一次呢骑脚踏车露营，我觉得这个体验蛮不错的。像这次的这样子的收拾啊，这些装备，其实我也都有用到。我觉得带的东西呢，算是刚刚好，都有带到，需要的都有用到这样子。然后我的 Garmin 手表啊，今天我看它的电量还是有大概45%，我觉得它这样子一个效能，我觉得很不错。因为昨天导航了1天了嘛，那今天还有这样子的一个电量，觉得很好。那今天呢，再继续导航回去。然后到了今天要回去啊，感觉好像有一点没有那么的过瘾，就是会想说，好希望可以再来一个可以时间再长一点的这种单车露营，想要再去看一下更多不同的风景。因为其实欧洲这边的景色啊，它变化非常的多，就会觉得好希望有机会可以去更多的地方看看。那我也觉得安排这种单车露营啊，如果说是平路的话呢，100公里如果说没有山路的话，我觉得这个距离算是还不错，可以在5、6点前骑完。隔天呢，像今天身体也不会到太酸，每一天都可以慢慢骑。然后这次用 SQ Lab 的坐垫啊，我也觉得很好，就是屁股几乎是不像是有骑完一整天脚踏车的感觉。刚才骑到一半的时候呢，遇到一位荷兰的阿公，我看到他停在路边，然后看啊，这车子应该是故障了，我就停下来问他要不要帮忙。后来发现他是后轮爆胎，然后他跟我说他已经80岁了，只要好天气他都会运动，然后他就碰到后轮爆胎。好险我这次是来 bikepacking 的，我什么东西都带了。我刚才遇到一个80岁的阿公爆胎他80岁骑公路车爆胎。你有
我当然停下来帮他，他都80岁了，他跟我说我80岁了，你还是个年轻人，你可以帮帮我吗？你就弄好就骑走了。他还问我说要怎么给我钱。做善事，很好。很好很大，妈妈不需要你做这种事。好了，我要继续前进了，风好大哦，今天大逆风。今天不管怎么骑，风都好大哦。会不会我今天带了满满的补给，结果还是没了？下雨了。好，我现在骑完了，骑到这个麦当劳这里，骑了91公里，然后骑了4个半小时。等一下呢，大概剩下10公里就可以回到家了。这一次的这趟 bikepacking 呢，我觉得车子真的是很好骑。那 Gravel 给我的感觉呢，它就是一个非常稳定，然后安心的感觉，因为它的胎比较宽嘛。但是骑起来感受呢，也不会因为我装了这么多重的东西之后呢，然后就变得很拖。踩起来呢也是很顺，像刚刚呢有人帮我破风的话呢，大概也是可以骑得到30，我觉得真的是骑起来很舒服、很顺的一台车子。然后这次带的东西呢也真的是都有用上，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呢是我觉得好像多余的。那最后还有一个棒的东西，我觉得就是 SQ Lab 的坐垫，它的坐垫设计啊，让我一天踩下来200公里，我觉得这个屁股的感受真的是最明显的。那关于 bikepacking 这件事情呢，我觉得像会有一点像，就好像会希望说未来能有机会可以跟美乐一起，不管是搭帐篷或者是去哪里出游、住饭店，用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呢，慢慢走、慢慢玩、慢慢看一下这个世界上各个不同的风景。好，那我现在在这边吃麦当劳，等下吃完之后呢，要骑回去了。那这次影片就到这里哦。那如果说你也想要看更多欧洲的 bikepacking 旅行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再麻烦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谢谢，拜拜。